因为我是 Albert， 所以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新闻。平常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一定会有一个新闻，叫做 NFP。叫什么是 NFP 呢？今天我就跟你讲一下什么是 NFP， 然后你需要关注什么事情。NFP 它的全名叫做 Non-Farm Payroll， 它就是美国每个月公布的关于非农业就业情况的数据。这个数据包含了 80% 在对美国有贡献的美国劳工，可是这不包括从事农业啊，或者是现役军人这些。你们肯定会好奇，这些数据是谁去收集的？不可能随随便便靠感觉得到的，对吗？这个数据是由美国的 Bureau Labor Statistics 去收集的，他们就是美国的劳工统计局，类似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劳工部一样，他们会每一个月都会去收集这个数据，总结，然后汇报给大家知道。可能很多人每次会想到，这些会影响到经济情况的，是不是都是美联储给的数据啊那些？所以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不是啊，是由美国的劳工统计局所呈现的一个数据。像这个数据为什么会影响那么大？这个数据有3个主要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就是非农业的就业人数、失业率以及平均时薪。这个影片的结尾我也是会跟大家讲如何去寻找这些资料，然后怎样去看它。NFP 非农业就业人数从字面上理解就是除了农业部门以外的新增加员工岗位的数量。这个数据通常是以人数为单位，几千人这样。如果就业的人数增加，就间接的反映了美国经济变得活跃，属于扩张阶段，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变高。相反，如果新增就业人数变少，就暗示着美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你看，就很简单的理解，就是就业人数会下降，就是因为经济不好，或者是那些公司预测到他们的前景可能会比较艰难一点，他们就会砍掉他们员工的人数，所以就业就下降。这个就可以间接反映出当时候的经济没有那么的好。打比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9月6号的 NFP， 他们的预期是16.4万的就业人数，可是实际却只有14.2万。可是为什么当下的市场也还蛮不错的？原因就在于8月份的时候，它的数据只有8.9万，所以相比起来，9月份虽然它比预期的更少，但是它有明显的增加，因此我们也可以视为市场经济变得稍微活跃一点，但是还没有达到预期。所以当我们看回美元指数跌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新闻的前后几天跌的幅度并没有像8月份的时候那么严重。如果预期和实际的数据差别比较大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回一下2024年8月份的汇报，这里它的 NFP 预期是 176K， 就是17.6万，可是实际却只有8.9万，相比预期的17.6万来的少很多，很直接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经济放缓是很明显的，所以当时候美元的跌幅会很大。当然，影响这些的因素不只是这一项，还有其他的因素会造成的。以上所跟你讲的这些数据，它不能完全代表美国的经济好与坏，但是在当下它会很大程度的去影响美元的走势。然后除了 NFP， 伴随着的还会有其他的新闻，其中一个包括的是失业率。所以你们想一下，今天如果失业率低的话，就代表大多数人都有工作，对吗？有工作就有薪水。今天如果我们经济要变好的话，市场需要有钱的流动性。我工作，我有薪水的话，我是不是有底气的去消费？代表着经济会变好，因为资金在流动。可是如果今天经济不好，失业率上涨的话，很多人没有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市场上那个钱就没有流动性，没有人去花钱，商家赚不到钱，整体的经济肯定就会下降。今天伴随着 NFP， 伴随着失业率，还有一个数据也是大多数机构投资者他们会去关注的，就是平均时薪。这个它就是很字面上的意思，所以平均时薪如果增加的话，这个有什么好的东西？你看今天为什么物价会起，就是因为需求高，对吗？如果我身为一个老板，我愿意花更多的时薪去请一个人的话，代表着那个工作需求很高，我需要人去帮我做工，所以我就会花更高的工钱去请那个人，就代表着失业率会在下降。那今天你有高收入的话，就比较敢去消费，这个时候也是会刺激那个国家的经济。所以你看，每次只要平均时薪高，然后失业率低，非农业就业数据高的话，美元肯定是大概率的会上涨，因为那个国家的经济很好。这个就是美国的非农业数据的资讯啦。所以身为交易员的你，当别人讲起 NFP 的时候，你就可以给别人知道 NFP 到底是什么东西，很重要的东西。刚才我所跟你讲的这些数据，在短期内就是在公布的时候，市场的波动率很大。所以如果你要交易新闻的话，你一定要确保你的风险管理有做好，而不是胡乱的去买或卖，心里想说50-50的概率它上涨我就赚钱吗？可能有没有想过下跌的时候，它下跌的跌幅也是有可能很大的。如果你的止损没有做好，迎接你的，你自己想一下会是什么东西。所以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平常是用什么网站去看这些数据的。所以来，我平常看这些新闻的网站叫做 Forex Factory， 然后这里你可以看到，好像刚才我说的9月6号的那个非农业就业数据，就在这边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 Non-Farm Employment Change 全部会收在这边，然后平均时薪，然后失业率全部都会呈现在这边。如果你要看最近的一次的非农业就业率是在11月1号 Non-Farm Employment Change，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也是会有写下一次公布的时候是几时，就是在12月6号，你可以提前知道什么时候会公布这些数据。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选择避免掉在这些高风险的因素情况下做的交易。在这边建议看着这个 video 的 traders 们要做好你的风险管理，而不是随随便便去冒着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好不好？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 video 有用的话，记得 subscribe、like， 然后 share 给你的朋友，让他们知道什么是 NFT， 在 NFT 发生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如果你有什么课题是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你可以 comment 在下面，然后我们拍一期影片再跟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下个 video 再见，拜。